注意看，面对这辆即将停车的 SUV， 阿 Sir 依旧上去给了他一个贴贴，虽然不算标准，但还是成功将前车截停了下来。只是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车里的人下车之后，双方居然开始互相道歉。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今天让我们来看一起奇葩的事件。警灯一开，悠哉悠哉，赶快去拿纸，蹲下就开始。欢迎收看《最后的自由》，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现在，一位来自 ASP 阿肯色州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阿 Sir 正在路上巡逻。从他走走停停，在路口犹犹豫豫就能看出来，此刻的他没有任何目标，是单纯的在闲逛。看来没有老哥的日子确实是很无聊。为了更快的打发上班的时间，阿 Sir 决定去随机挑选一位幸运儿匹配一下。 很明显，从阿 Sir 的走位就能看出来，他已经有了目标。他以老哥涉嫌超速为由，示意他靠边停车接受检查。从这辆 SUV 的尾灯来看，这应该是一辆别克昂扬，它搭载 1.2T 涡轮增压3缸发动机，最大马力137，定位是一辆紧凑型的轿跑 SUV。这辆车如果挑战道奇充电器，胜率应该非常低。现在咱们的阿 Sir 已经整理好了着装，开始找茬。 刚才有没有跑到92不知道，既然老哥没有反对，那他现在就跑到92了。当看见老哥认怂的时候，阿 Sir 就知道他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今天这张罚单开定了，但是光罚单还不够，阿 Sir 还想扩大一点战果。很快，老哥表示驾照没带，而是给了阿 Sir 一张身份证让他去查。不过在老哥找驾照的时候，阿 Sir 又有了新的发现，于是他又一次对老哥发起了灵魂拷问。 I took it off because I already knew you about to pull me over. So why would that? Why would you take your seatbelt off? You see how things the cop comes through the window. Yeah, it doesn't look good. I ain't know I was supposed to have it on, but I thought you seen it with it on. 好，如果有一辆车撞过来，老哥的样子会不会好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趴在窗户上的阿 Sir 样子一定不会好看。就这样，阿 Sir 也给老哥新增了一条不系安全带的违章。虽然已经扩大了些许战果，但阿 Sir 仍旧不满意，于是他又一次对老哥发起了灵魂拷问。 在这里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在阿肯色州仅有医用大麻合法，而个人娱乐使用仍属于非法。但如果有某些慢性疾病且持有卫生部门颁发的患者卡，就可以被界定为医用合法持有。至于这个患者卡有多好拿，那咱就不知道了。所以当阿 Sir 以闻到气味为由想调查车辆是不符合规定的，这涉及到老哥的隐私，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拒绝。但是在阿 Sir 一次次的逼问下，老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香烟递给了阿 Sir， 并表示阿 Sir 可能闻错了，只是香烟的味道而已。眼看这最为关键的一招都没有起到作用，阿 Sir 又一次发出了灵魂拷问。 眼看已经从老哥口中得不到了其他信息，而老哥又一直在以要去接妻子为由，不断的催促阿 Sir， 所以他并没有继续对老哥进行盘问，而是拿着身份证转身去到了车里，向总台表示我要烟牌。时间整整过去了3分钟，阿 Sir 得到了总台的回应，还没有问题。可拿不下老哥，阿 Sir 仍旧有些不服气，于是他又一次拿车里有大麻味说事，强行要求老哥下车接受检查。I got the inventory of the vehicle because you got some marijuana, so I got to check. Hey, go ahead and stick out for me. It's clear, man. Come on. 很显然，老哥对这个要求无比的质疑，他一直都期待着阿 Sir 能够帮他免掉那张超速的罚单。可实际上，阿 Sir 一直都在想着如何罚得更多。很显然，两人已经谈崩了，也不知道是真的着急去接妻子，还是不敢让阿 Sir 查车。老哥选择一脚油门开溜，终于不耐烦的走了。阿 Sir 等的就是这一刻。小尔格，阿 Sir 的折返跑比一般人的速度快得多，别人都要7秒，他不到5秒就已经发动了道奇充电器。 听听这 V8 暴躁的油门，老哥的 1.2T 3缸机又怎么会是对手？看来今天注定躲不开被贴贴的命运。不过奇怪的是，跑着跑着，阿 Sir 就放慢了车速，任由左前方的老哥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难道阿 Sir 是想多玩一会儿，假装跟丢，给老哥来个先扬后抑？等等，情况好像有些不对。阿 Sir 正向总台汇报眼前这辆车的时速，而这辆车变道时，他也随之跟上。不是吧，阿 Sir， 刚才光顾着找茬，连别人开的什么车都没看一眼吗？这明显是跟错车了呀，大哥！眼前这辆车是一辆 GMC 御空，和刚才老哥驾驶的别克相比，除了颜色和都有4个轮子以外，没有其他的共同点，而且这两辆车外观的差距简直堪比路虎揽胜和路虎险胜，合着阿 Sir 刚才光顾着玩心眼去了，压根没正眼看过，而突然被氛围灯跟上，前面的这位 NPC 也很懵，于是他一边打开转向，一边靠边减速。阿 Sir 一看这可不行，再拖一会儿他就停车没机会贴贴了，于是趁着这辆车还在动，他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这一下虽然力道不大，但成功贴贴的阿 Sir 顿时就舒服了，眼看顺利将老哥截停，阿 Sir 立马掏枪下车。Get out! Show me your hand.
me your hands. Get out of the vehicle. Show me your hands. 被贴贴的妹子下车时一脸懵，然而当看到老哥大变活人变成了一个妹子时，阿 Sir 比他更懵。可恶，这老哥是什么时候施展的幻术？ I'm sorry, I got the wrong car. I'm sorry, I got the wrong car. You're good. Get back in the vehicle. Intentionally did the pursuit. I stopped the wrong vehicle. 我们先来回看一下刚才究竟是怎么看错的。当老哥起步跑路时，这位妹子的车刚好出现，由于本身正常行驶就比老哥的起步速度要快，随后两车还有短暂的重叠时间，就是这么一瞬间，阿 Sir 就记错了车，合着刚才满脑子都是想着如何扩大战果。现在好了，我曾经有份工作，事后总台对这起 PIT 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这位阿 Sir 从下车开始就有着多项违规，从没有摸车屁股到趴在窗户上，再到强行要求老哥下车，全都不符合流程规范，更别说在认错车后，这位妹子一边减速停车，她还一边上去贴贴。在多方审核之后，最终局长解雇了这位阿 Sir， 并且他还需要为这位妹子支付1万美刀的赔偿。就这样，这位上岗还不到1年的小黄鸡被辞退，而这位老哥驾驶着 1.2T 的3缸机成功完成消息，也算是开创了这档节目的先河。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在此友情提醒各位，过年了，多读书，多看报，多吃零食，多睡觉，别像这位小黄鸡一样惹人笑。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最后的自由，我们有缘再会。